看，啊，是吧？月明，琼华宴年年都办，有什么意思啊？你看，普华老头的姻缘祠啊，每隔1000年才办一次姻缘大会，3界的众生就想靠此机会求得自己的姻缘，这才是最好玩的地方。给，做什么？看他们，今天真是好热闹，真期待呀！哎呀，不用遮，本殿下是正儿八经来欣赏这下界秀色的。也不知道是谁，刚刚百般求我掩护下界，还说要乖乖听话，这一转眼全忘了。我这还不行吗？好呀，你的神图可是挂于天地神祠正中的，要是被哪个小仙认出来，告到智阳那儿，那我们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月明，你就把心放肚子里，天塌下来自有本殿下顶着。你说普华这老头只管在神界喝酒，这得耽误天界多少痴男怨女啊！唉，如今四海升平，这些下界的小妖们不想着好好修炼，反倒追求起音乐来了，真是无聊、肤浅。哟，心月女神，觉着无聊，咱们去别的地界逛逛。走，哎，别，来都来了，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别瞎猜啊！来的路上我就好奇，你为何偏偏要选这姻缘词？原来你是芳心暗许啊！还给我！说，是哪家的俏郎君？我不告诉你。你若是有了心上人，可以直接去问普华老头。你要是不好意思，本尊可以替你出面。你懂什么呀？哎呀，你说这神圣漫长，我也想找个人解闷儿，可是这万年来没有一个神仙追我。话本上总说郎才女貌自是眼万年，这1万年对咱们来说也只是一瞬，想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等你真的红鸾心动，你也不会说的如此洒脱了。心动？刚好我学了套法诀，正好帮帮大家。是我先开着他来的。你放手！流氓！我干嘛？成何体统！哎，这普华手把手教我的法诀，怎么能让我使成这样了？就你那点灵力，肯定会捏错诀啊！你快想点法子，这样马上就知道了。姐姐，好美啊！如何？等等，妹妹，姐姐又来了。上古，人呢？姐姐呢？哪去了？姐姐。天地鸿蒙初开，天地鸿蒙初开，祖神创立神界，祖神创立神界，以混沌之力演化万灵，以混沌之力演化万灵，万灵落于下界，万灵落于下界。10万年后天界诞生10万年后天界诞生。在第1日上课堂时，本尊是怎么说的？诚心向学，点卯勿迟。为神为仙，可随心所欲，但不可逾越规矩。神尊，我们不是故意迟到的。今日有一女子，她从天河横冲直撞，不求诸己，反责于人，何堪为仙？既然耽误了时辰，本尊3个月前便教过你们御剑飞行之术，为何不用？弟子愚笨，仙术生疏了。既然生疏，为何不练？跟着。害怕吗？害怕。
日后多加练习，便能克服恐惧。是。去面壁思过吧。既然来了，何必虚张声势？本尊以为教一群小娃娃能让你变得温柔点，没想到万年不见还是老样子。一个锯了嘴的葫芦能教你们什么？修仙为神，当如本真神一般，逍遥自乐才是。今日，本尊便给你们这些小娃娃露一手，看仔细了。笑什么笑？笑什么笑？本尊那是口渴了。白绝，你带我饮痛快了，咱们再战。天地神尊，打就用手，吹牛才靠嘴呢。小火兽话挺多呀。谁是火兽？我是麒麟。来，给本尊温个酒。神尊，你快看，天地神尊他今日课休，红日带他们回去休息。是。哎，冰块。这是九尾狐的毛发呀！这可是祖神创立天界时便有的凶兽啊！你猎的？闲暇时活动一下筋骨。你怎么只想着至阳啊？那些酒，你自便。我就知道，这万年你肯定想着我们。如果你是来看我的近况的，可以走了。这可不行啊！我这次来啊，是带你回去的。这些年我不知道给你传了多少令语，你对我总是爱答不理的。下个月，便是上古的万岁寿辰。自打他乾坤台降世起，你便再也没见过他。这天地间只有咱们4个是天为父地为母的真神。这次怎么着你也该回来了。他寿数亘古，上世少年，我们迟早会见，不急于这1、2万年。这次可由不得你了。喏，这是至阳亲自下的令，他召你回去参加混沌主神的万岁寿辰。哎，这再怎么说，上古也是未来的混沌主神，你若不回去，神界那些老家伙还以为你不尊主神呢。再者说了，上古他可是个……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听着，你们日后再胆敢帮他欺瞒本尊，便离开神界，重新修行。是，神尊。看来这次至阳是真的生气了。你记不记得，你上次乱劈折子被罚了3道天雷？我能忘吗？我躺了1个月呢。我看你这次怕是要躺2个月了。别怕，
你有妙计？妙计倒是没有，不过我明天可以去下界给你寻些画本，在你养伤的时候给你解解闷儿。还说风凉话？哼，你以为我真怕这样啊？主要是挨罚事小，丢人似的。唉，既然这次你陪我去了姻缘祠，那我也不能不讲义气啊。这回的天雷，本神君替你收了。不用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。要不我还是出去躲躲吧，等这阳气消了，我至少可以免掉一半的责罚。我的小祖宗啊，现在恐怕整个神界都在找你，你能躲哪儿去啊？那边有座空的殿，长渊殿啊，那是白绝的殿宇，此人不好惹，去不得。怕什么？他下界游历万年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，空着也是空着。哎呦，祖神保佑，可千万别让白绝回来。志阳，找到上古了没有？白绝。万年不见，别来无恙。哎，你就别热脸贴他冷屁股了。这1万年他修为大涨，刚一见面就非要和我比试，好胜心还这么强。这是给混沌主神的生辰贺礼。我看看，一方寿桃，莫非是你亲手种的？瞭望山本来就有桃李，你随手摘的？有何区别？天界还有事，告辞。白绝，我知道你不喜欢热闹。这次召你回来，不仅仅是为了庆祝上古的万岁寿辰，不是为了给上古添面啊？那你把他召回来干什么？上古自降世以来，天生神脉不同，灵力细微，不能修炼祖神独有的混沌之力。我希望你留在神界，亲自教导上古。哎，这怎么能行啊？白绝的倔驴脾气，上古怎么受得了啊？再说了，是我看着上古长大的，要教也该是我教才对啊。天启虽性子顽劣，但教导一个万岁的娃娃绰绰有余。我觉得白绝言之有理。白绝，上古学了天启这乖张狂傲的秉性，不等魔族侵犯，神界就危矣。危矣？怎么就危矣了？我还能把神界浇散了不成啊？闭嘴！白绝，我们3个人当中，只有你能打通上古的神脉。本尊没兴趣。我有。闭嘴！白绝，罢了，有件事情，你们俩迟早要知道，跟我来吧。九幽结界何时开始裂了？从上个月开始，混沌之力开始消散。你们知道吗？九幽结界蕴含祖神的混沌之力，混沌之力开始消散，九幽结界迟早会完全裂开。一旦九幽开启，定会掀起轩然大波。上古神脉未成，或许是天意。纵是魔族之事，你不想管，难道你忘了混沌之劫吗？混沌之劫还有1000年变质。只有混沌主神才能与之抗衡，可我们连混沌之劫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区区一个少年，如何抗衡？所以我才叫你回来教导他。事关神界动荡，就算看在祖神的遗愿上，若真有那一天，我定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。神界大难将至，让我想起了当年的青葱岁月。天启，啊，你还记不记得祖神第一次带我们上战场？历历在目啊！白绝他还……志阳，咱们已经不是当年的青葱儿郎了，这些破事以后就不要再提。若是被底层的神官听见，定会传为3界笑柄。
你让他那个脸往哪搁呀？那次，你们可是发过誓的。哎，犯忌了，犯忌了。都怪我，都怪我，我们有口无心，莫要介怀。上古，秉性如何？上古乖巧听话，勤奋好学，慧根出众，从来不惹麻烦。要不是他的神脉至今未开，他早就执掌主神令宇了。当真？当真。我这1万年清静惯了。好，我保证你长渊殿免受打扰，特别是女神君。我也帮不了多少，更多的是要靠他自己。一言为定啊，不可反悔。哎，你怎么不告诉他这小祖宗性子？你跟他笑什么呀？净给我捣乱！上古就是你教坏的。我笑了吗？上古，你总是好心办坏事，想替这样分忧，结果劈错了折子；想给仙女们牵线，结果闹出了乱子。哎，你脑子是不是缺根弦啊？这不是雪神吗？他来长渊殿做什么？你们可要好好盛开，待神尊回来之时，见到你们定会欢喜。这白绝都走了1万年了，雪神还在这守着，这份深情真是感天动地啊！何人在此？白绝真神，雪莹见过神尊。这就是白绝？万年未见，神尊依然没变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神尊，我知道您喜欢藏海花，您走的这些年，我日日在这里为您照料着，就是盼着您回来的时候，这里还和从前一样。神尊，本尊早就说过，非得诏令，任何人不得私入我长渊殿。雪神知错犯错，自去领3边天雷。太绝情了吧！疼吗？不疼。看来我得把这树养得再高一点，省得下次有人偷窥还不长记性。我偷窥你？本尊没兴趣知道你是谁，请回。还有你，慢着，这片花海耗了雪神多少心血，你说毁就毁了？你怎么这么没有人情味啊？本尊是神，要人情味做什么？你，此乃本尊的殿宇，本尊爱怎么烧便怎么烧，与你何干？这神界就没有我上古管不了的事。上古，雪莹见过小殿下。雪神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为你主持公道的。明日我就把这薄幸郎贬到下界去。就凭你，3界主神？就凭我。放手干什么呀？流氓那么凶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我看该贬下界的人是你吧？我好心散姻缘于天界，只不过中间出了点小意外而已。滥用灵力，扰乱天界秩序。我看你不只是实力不济，更是毫无责任心。你又能好到哪儿去呢？空生了一副好皮囊，实则你就是个薄幸郎。你说雪神到底倒了什么霉，看上你这种人？我觉得吧，你不回神界挺有自知之明的。像你这种神，呼吸在我面前，我都怕污了我神界的灵气。你干什么？我可是未来的混沌主神。你是天启带大的吧？是又怎么样？好的不学，坏的学。哎呀，放我下来！你要干什么？放我下来！今日
你缺席琼华宴，扰乱姻缘词，按律法该罚10鞭天雷。你放肆！你放下来！志阳诓我收你为徒，竟和我说你乖巧听话、勤奋好学，希望你不要辜负他老人家的一番苦意。回去告诉志阳，本尊替他罚完了，不谢。好你个白绝，你给我等着！我会让你知道神界到底谁做主。咱是不知道那些女神君到底看上白绝什么了，喜欢看他摆臭脸，喜欢听他训斥，喜欢他动不动就罚人几道天雷。雪神多好一美人，生生糟蹋了。话本里不是常说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往后我要是看上这么个混蛋，那我还不得魂飞魄散啊！我就是啊，白绝他就是一冰块，哪有我们人见人爱的天启招人喜欢？别说天启，还有志阳，我们同一个祖神亲爹，同是天地孕育，就我是一个草包，他们都那么厉害。哎，你说我不会不是祖神亲生的吧？哎，可怜的丫头，夏君的实力，主神的命，生生被人小瞧了去。月明，还是你好，你就是看不得我受委屈，对吧？演完了吗？说吧，又想让我帮你什么？帮我把长垣殿拆了。啊，我说了事。哎，月明，我的小祖宗，那可是白绝，修为最高的真神，10国加一块都打不过他。那你总不能看着我生生被气死吧？要不然去请志阳，让他帮你出个主意。出什么事了？本尊在批阅奏折，却着急把我从混沌殿叫过来。这个小祖宗被气得一整天都没有好好吃东西了，刚还寻死觅活呢。谁这么有能耐啊？还能是谁？你请回来的那位呗。我跟你说，小妙，怎么闹起绝食来了？月明，你赶紧给上古把琼露端过来。好。不用，我不吃，我没事儿。哎呦，没什么。谁欺负你了？跟我说，我替你做主。还不是那个白绝吗？明明他有错在先，本君只是训斥他几句而已。你猜怎么着？他把我在雪莹面前，把我从长垣殿给扔出来了。你现在要不马上把他逐出神界，他不走，我就饿死在这儿。白绝呀，你不愿意？不是不愿意，这个事情吧，确实有点难办。难办？这有什么难办的？神界谁敢不听你的？你是不是偏向他？你不向着我呀？哎，小妙，我肯定是要偏袒你的，是不是？上古，这个忙我不是不帮你。那个白冰块他也是真神，在神界也是和我平起平坐的。这打起架来我还打不过他，除非神界塌了，否则我也没办法把他驱逐出去啊。那就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吗？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上古，你要晋升成上神，练成混沌之力，掌管主神令域，继任混沌之位。等你成了混沌主神，别说驱赶，你想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。这个办法好。这样，这个办法也不是不行，但是是不是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达成啊？不难呀，把白冰块那些本事都学到身上。等你学成之后，我们3个人打他一个，立马把他逐出神界。对呀，等你学成归来啊，就没有人再敢欺负你了。那怎么可能啊？我是谁？我可是混沌主神，我叫他师尊，那我的神面何在啊？上古，罢了，这次确实是白绝，太过分了。我陪你去长垣殿和他打一场，就算咱俩打不过，我带着你跑就是了。哪怕我们去下界做散仙，我也绝对不会让你在长垣殿里受委屈的。做散仙啊？做散仙怎么能行呢？上古的性格在下界做了散仙，不让人欺负吗？赶紧给他收拾收拾，送他去普华洞，跟普华签姻缘线。这样的话，你到了下界，要不了多久，也是一个让人尊敬的仙官。
可是可什么呀？现在你们两个已经水火不容了，我不能让你受半点委屈。我什么我呀？为了你以后能舒舒坦坦，你就跟着普华做一个姻缘线吧。月明，潮汕店是我的家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就这么定了，绝不能让你们两个人以后再见面，也不能让你受半点委屈。月明，收拾他行李，送他去普华洞。等，我愿意。愿意什么？我愿意去长渊殿修行，我就不信神圣漫长，我不学他个干干净净，把他赶出神界。好，先把鞋穿上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赶紧坐下吧啊，小心着凉了。强着不着调的样子，你是来拜师的？我混沌主神第一天上课，该有的牌面可不能少。上次他把我从长渊殿扔出来，这次我得让他把我恭恭敬敬的请进去。参见白绝神尊。他拜什么？抬起来！拜什么拜？都抬起来！行了，你是来拜师的，还是来砸场子的？快去，快点！朝圣殿上古前来向白绝真神学艺，还请神尊不吝赐教。我可听智阳说了，你答应教导我本事。堂堂的白绝真神，不会说话不算数吧？想我教你也行，答应我3件事。哪3件？别说3件，30件都没问题。外衣脱掉。月明啊，你听见没有？他竟然让我脱衣服，这成何体统？小祖宗就忍忍吧啊！在我长渊殿中修行，从此便没有什么主神与殿下之分。脱去主神的外衣，素衣洗身，直到出殿那一日，你都只不过是长渊殿一名小小的神士而已。你做得到吗？白绝，上古他毕竟……脱掉，我答应你脱掉。如今我混沌之力尚未大成，还算不得主神。既然从来没有想过尊位，放下又有何难？你做什么？在我殿中修行，必须心无旁骛，毁掉这些东西，从此不要再碰。做得到吗？这些都是自小陪着我的宝贝，我不带便是，为何非要毁掉？要得必有舍。你若连这些俗物都舍不得，做什么3界主神？不如去做一个笑话。你若不愿，离去便是。我白绝手下，不留无心之人。我悔。既能舍，便进了吧。你真舍得呀？白绝说的对，有舍便有得。等我学会他所有的本事，第一件事，我就把长渊殿拆了，给我所有的宝贝报仇雪恨。哎，还有第3个条件呢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我看你啊，好日子是要到头了。你可是诚心跟着本尊修行？诚心啊，我自是1万个诚心。诚心个鬼！谁愿意天天对着你这张冰块脸，装模作样？等我成了混沌主神，你还不是任由我捏圆错扁？神尊在上，请受上古一拜。叔他妈，以我的身份对你如此毕恭毕敬，长渊殿都要冒青烟了。冒青烟？
你竟然对我用听心术，你无耻！嘴上恭谨，心里唾沫，便是有耻了吗？我心里骂你2句，你能少2块肉吗？你心里想的东西，能做到才算是真本事。本尊就等你继承主神之位，对本尊捏圆搓扁。你封我凌冽，这便是第3件事。你那点星辰之火，不要也罢。既然跟了本尊修行，就要守本尊的规矩。明日辰时，不许迟到。那做什么？神尊说了，你既入了长渊殿，便是最低等的神士。每日呢，先和我学最基本的侍奉之道即可。走。你只是他的灵兽，凭什么指挥我？神尊也说了，你呢，在这儿可不是什么主神。这长渊殿自来是我来打理，自然是先让我教，自然是先跟着我学。你这明明是在刁难我。白绝在哪儿？我要见他。神尊还说了，如果小殿下有任何不满的话，自行离去便可。这从此入长渊殿修行之事，再也不提。我最喜欢扫地了。本尊不喜与人亲近，天启，请自重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做到什么？那小祖宗居然在给你扫地！认真点儿。乖巧听话，勤奋好学，慧根出众，从不惹麻烦。哎，这冤有头债有主，这话可是智阳说的。若非他关乎神界的未来，就凭他这般秉性，也配进我长渊殿吗？白绝，上古他不是那么不堪的人，你们才见了1、2面，若是相熟便会知道，他天真活泼，烂漫可爱。天真活泼，烂漫可爱。是啊。能提升灵力吗？还是能肩负起苍生？哎。对不起，来喝口水。我真是不小心的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真不是故意的。白绝啊，白绝啊！你现在这么刁难我，等我学成了，我把你打下神界。啊！这可是3界古本神尊珍藏，你怎么能？这可怎么办？月迷孝敬的，吃吧。你这字儿刻的可真丑啊！来，你读我刻啊。起来吧。怎么，我字可是智阳教的，你还嫌弃啊？你是不是一个人想在那偷懒，然后把院子里的活儿都交给我呀？我才没有。没有就起来给我读。哎呀，真是便宜你们家主子了，学着点啊！神尊，上古跟我来。关于3界，你知道多少？这可难不倒我。我自小虽不喜欢修行，却酷爱看戏和听话本。关于3界嘛，自7万年前出现伊始，便被祖神3分天下。
极北指九幽之地，里头浸着魔神和魔族。九幽之地与仙族和妖族之地接壤，被混沌结界封印着，与世隔绝。仙族位于西南，洞天福地颇多，孕育出不少仙人和仙族门派。妖族位于东南，多以灵物化形，以族群聚居。你入殿也有些时日，你若过了今日这道考题，我便正式教你法术和天地法则。真的吗？此乃妖界虎族聚居之地红血森林，此处灵气稀薄，难以修炼，虎族苦不堪言。你若有法子让他们接斩笑颜，便是过了此关。这也太难了吧！虎族多为不苟言笑的粗壮大汉，我又不是卖艺杂耍的，就算我是神，我也没有办法控制别人的情绪啊。身为主神，你就是要让众生喜乐安康。你若连这件事都做不到，将来如何承担重任？你为人师表，本应该传道授业解惑，却以出难题的方式变相羞辱。你要是觉得我成不了器，大可向之扬请辞，又何必惺惺作态？本尊无意刁难，只不过是高估你。罢了，我就降低难度，换个考题。你去红血森林取个物件。等等，安抚虎妖一族这点小事还难不倒本殿下。如遇困难，不可轻易言败。懒得听你说教，你就等着瞧好吧。上古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倒是跟我说呀！是不是白绝又难为你了？他那性子，素来难以亲近。这些年除了红日，没人能近得了他的身。你在他身边修行，是得受点委屈。别往心里去。哎，明日便是你的生辰，你素来喜欢热闹，我给你大办一场，好不好？你若是心中烦闷，不想去上课，今日正好是妖族的春日。妖花齐放，我带你去走一走，散散心。妖族？对啊，你是妖神，我应该问你的。哎，田姐，你知道怎么能让一只妖开心吗？让妖开心？我妖族向来快意恩仇，重情重义，给他最真挚的情谊就好了。最真挚的情谊？比方说，抱一抱。最真挚的情谊？哎，小殿下，见过小殿下。不必多礼，请起吧。小殿下，明日就是你的寿辰了。我等知道小殿下不爱修炼，特别准备了一些新奇的玩意儿，不知小殿下喜不喜欢？喜欢喜欢，你们每次送来的玩意儿，向来甚得我心。小殿下还是看看吧。这些礼物可是我们准备了许久，准备了许久。我一个万岁寿辰，你们竟准备的如此隆重，该不是你们的香火又顶上了吧？小殿下惯会取笑我们又不是姻缘神、财神，哪有那般香火？只是小殿下的寿辰是神界盛事，自当隆重些。就是。那我就笑纳了，只不过拿人手短。你们想求我什么恩典，说吧。没有我走了。小殿下，下神确有遗愿，还请小殿下成全。说吧。我等甚是仰慕白绝真神，可惜长元殿从不让外人进入。如今小殿下就在神尊面前修行，请殿下念在我等对神尊的仰慕之心。做媒啊！没想到我入了长元殿，还要做普华老儿的差事。真没想到，你们倒是说说，这白冰块有什么好喜欢的？有什么好喜欢的？不懂。没想到我入了长元殿，还要做普华老儿的差事。哎呦，真没想到。你们倒是说说。这白冰块有什么好喜欢的？有什么好喜欢的？不懂。罢了，看在
在大家如此心诚的份上，我也不好不帮你们做些好事了。多谢小殿下。神尊，请用茶。红人，你给我让开！我不让。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神尊，我已经布了3层结界了，真不知道他们怎么进来的。上古呢？还未回来。自从神尊您上次给小殿下布置了一道妖族之题后，小殿下来过几回，但都未曾久留。也许是在解您给他出的难题吧。收拾东西，明日下界。啊？那小殿下的寿辰呢？您不参加了？本尊不喜热闹。可是，您总该去打声招呼呀。今日早上可是我为神尊端的洗漱水呢，神尊看了我好几眼呢。得意什么呀？我还瞧见过神尊的字呢，你们瞧见过没？神尊写字时风神俊朗，观之心驰。你们那都算什么啊？写神姐姐还为神尊翩翩一舞呢，真的。哎，我昨天晚上听到了，神尊的琴音，那真是天作之合。咱们这可都是成了小殿下的恩典，才有机会亲近神尊。眼下这寿宴马上就开始了，还是快进去庆祝才是。就是，我今天可备了更丰厚的礼呢，说不定啊，明日和神尊月下和鸣的便是我们呢。恭贺小殿下万岁寿辰！白绝。参见白绝神尊。我会让至阳颁布令谕，从今往后，你们不许再踏入长渊殿半步。堂堂混沌主神，竟为了这些俗物将本尊随意出卖作为礼物，真的是神界的笑话。还有你们，把你们手里的俗物都给我拿走。是。这是我的礼物，你凭什么做主啊？也是，你这般无德之徒，本尊也收不起。待我下界以后，你自去跟至阳解释，后会无期。小殿下请自重，这一次你是真的让神尊太失望了。好了，横竖这些年神尊待我们都冷惯了，万年亦是如此。这次小殿下才被骂得最凶，你又何苦如此伤心？神尊让我永远不能再入他的殿宇。瞧你这梨花带雨的，怎么了？神尊有所不知，刚刚在小殿下的寿宴上，白绝神尊大发雷霆，禁止我们踏入长渊殿。唉，这冰块啊，最不懂得怜香惜玉了。你们呀，不要把他的话放在心上。这次不一样了，就连小殿下都遭了厌弃。什么？连上古也被骂了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看书？我问你，你对上古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感觉不到上古的神力气息？他刚入我长渊殿时，我便封了他的神力。你知不知道上古他不见了？急什么？过不久便会下雨。
他这受不了半点苦的性子，淋了雨自然会回去。白绝，上古究竟做了什么事？为何你对他如此厌恶？做了什么？他爱慕财宝，在我殿中不过修行几日，便公然收下重礼，带众女神入我殿中，真是荒唐至极。重礼？哎，白绝，你误会他了。上古所行之事，那并非是为了什么宝贝，而是为了打你的题。是白绝神尊，真的是白绝神尊。是啊。罗刹地西千里，径幽山，近千水河。找到了。天启说的没错，妖界之人至情至性，唯有最真性情的喜乐，方能感染他们。你是说，本尊错怪他了？我告诉你，你不仅要把上古给我找回来，还得诚心诚意跟他道歉。那可是他的万岁寿辰啊，换谁受得了啊？如何道歉？你的寿桃我吃了，很甜吗？又涩又硬，和你一样。莫非你失了味觉？总之，我都替你想好了。你不是喜欢石雕吗？你给他雕刻石雕手链啊！女娃都爱首饰。哎，你别装听不见啊！我把话今儿给你撂这儿，你必须把上古给我哄回来，不然我……天启神尊，神什么尊？给我过来！天神尊，我就把你这小火兽拉到太初殿，天天给我温酒。天神尊，你什么你？神尊，咱们可得去寻小殿下。这万一下大雨，他被封了灵力，这……为何不在殿中避雨？自怜还是自省？不是说后会无期吗？还来找我做什么？把神力还我！真神于山川旷古，于日月经久，可封了灵力，不过是凡胎一绝。穿上，当心风寒。你这是在跟我道歉吗？你可原谅本尊？就凭这件破袍子，休想！红血森林地处神魔交界，7万年前的一战，使得此地灵力稀薄。你的办法，只能让妖狐一族喜乐一时，却不能安康一世。我问过天启了，就连他都做不到，你让我做，分明就是刁难我。天启是不行，我和智阳也一样，但你可以。我？只有你能保3界万年太平，也只有你能让妖狐一族喜乐安康。这便是本尊给你的第一道考题，也是你身为3界主神的毕生使命。我还以为你瞧不上我，只要连折子都不让我碰。我的生辰向来都是有规格品级的，前来贺寿之神不带些天才地宝都进不了宴席。你堂堂白绝真神送这个礼物也太轻了点吧？够了吗？没想到这白冰块儿居然会哄我开心，时机难得，我得出口恶气才行。我堂堂3界主神，再不济，旁人只敢在背地里嚼舌根。你可倒好，3番2次当众羞辱我。要本尊如何做？
我也不是小肚鸡肠之人。这样吧，你自封神力，一炷香。可以。这掌，咱们两清。你自封神力，一炷香。可以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明明自封了神力。两清了吗？你肯定作弊了。没了神力，你同样凡胎一句，我就不信了。信了吧？人生漫长，天地浩大，等你有朝一日继承了混沌主神，这三界万物于你而言，也许会有新的规则与定义。时辰不早了，小殿下，请早点休息。等等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想学的话，明日辰时，不许迟到。有天地，然后混沌之气生焉，迎天地之间者，为万物，又可反哺于混沌之气，故此生生不息，源源不断矣。屯者，盈也；屯者，物之始生也。物生必萌，故受之以萌。萌者，萌也；物之至也。物至不可不养也，故受之以虚。还是白绝有办法。虚者，饮食之道也。饮食必有。上古上次像这样读书，已经是8000年前了。不错啊，兄弟，治得住那小祖宗。上古灵力低微，饱受非议，以他逞强好胜的性子，激将法最为管用。你这刚回神界不久，这些闲言碎语就都知道了。想知道，一日便能知道。上古迟迟未能精进，都怪这小子。他，我听上古说，你连折子都不让他碰。批不好，尽捣乱呗。我下界游历的时候，见了不少奇闻趣事。什么趣事？含冤沼泽，地处蛇族腹地，却有不少恶族栖息，其归属本就是个争议。某位真神批错了折子，将恶族划入蛇族之地，至此两族交战1000年。哟，是哪位真神闹了这么大一出乱子呀？是本尊。你们也知道，那时本尊替祖神掌管三界事务不久，尚且稚嫩，出差错也在所难免嘛。是啊，智阳，你刚执政那会儿，不也总出乱子？怎么到了上古这边，你便如此谨小慎微了？天琪啊，你尝这茶，你不觉得有股火燎之味吗？冰块，你这宝贝从哪儿来的？我这宝贝从火红林而来。这火红林有什么典故啊？当时智阳下界处理事务，不料被火红林里面的女仙君绑了，成了压寨相公。什么？在神界如此庄严肃穆的真神，成了夏军的压寨相公？哼，笑什么笑？不止这个，我还听说了悠悠谷、忘情崖、断琴海你的风流韵事呢。好你个智阳！神界里平时都说我最没个正经，最是风流。我看呀，大家都被你这庄重的做派给蒙蔽了。你知道什么呀？那都是意外，不要再提了，陈年旧事了。冰块，我得罪你了吗？你没得罪我，只不过你跟我说了一句话：乖巧听话，勤奋好学，从不惹麻烦。我为什么要学这种奶娃娃的启蒙术？白绝，你给我过来！我就说吧，得罪谁呀，也别得罪这个最记仇的臭冰块。是啊。
快看，结界又裂了。这玩意儿怎么来神界了？3月7，九幽畔，混沌主神相约一见，共商神魔两族和谈，玄一恭候。才跟我开玩笑吧？玄一要见我。你们什么意思啊？那可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尊玄一，不会真让我去吧？魔族被困九幽虽已有7万年，但这几个月来封印不断溃散，不少魔族涌入了仙妖两族之地作乱。这样，既然九幽结界即将坍塌，魔族入室难以避免，不如咱们就应下此事，前往九幽一探魔族底细。你们有没有听我说话啊？我是说，可玄一一贯心机深沉，此计恐怕另有所图。没错，他龟缩在九幽7万年，肯定憋着坏了。如今一开口便要见上古，必定有诈。有诈，一定是有诈。是啊，这样不如我们还是别。玄一乃当年真神之首，若非堕魔，他早已是混沌主神。如今祖神陨落，神界又再无主神，若魔族再次开战，必定生灵涂炭。上古此去若能谈和，或许能免除一场灾难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绝不能让7万年前的灾难再度上演。不是，我也不想让神魔再度开战啊！关键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去了我就是送人头啊，是吧？是吧？白绝，此事交给你了，务必在3个月之内，将上古调教出个模样来。届时，我们一同前往九幽。不是我才是主神吧？你们能不能听一下我的意见啊？什么老十字主神，自己连自己的主都做不了，这还没当上呢，我的小命就要凉了。那可是魔尊玄一，连祖神都差点打输了。我去，那不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吗？那你准备如何呀？跑啊，不然我等着过年啊。我刚好像听你说你准备逃跑。怎么可能？我不会逃跑的。昆仑上神新添了个灵儿，我出去给他恭贺恭贺。那九幽之事，哎呀，分身乏术啊，这次就不能与你们同行了，见谅。当真？自然。如此甚好，本尊也能落个清闲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呀。对了，趁早找一个趁手的神兵，万一遇到魔族，或许还能保住你性命。昆仑山没有魔族。玄一要找的可是你。你去到哪儿，魔族就会追到哪儿。3个月，要找你很容易。还走吗？明日我就去你殿中好好学本事。此事不用等到明日。我问你，你就让他这么把上古带走了？他的脾气如何受得了白绝折腾？你行，你来折腾我们2个折腾了万年，他半点长进都没有。这次是玄一和魔族，1000年之后他要面对混沌之劫，我们护得了他一时，护不了他一时。他是混沌主神的继任者，迟早是要长大的。这是本尊在下界修炼之地瞭望山，你就在此修炼吧。我在长渊殿修行的好好的，为何偏要来这儿？魔族狡诈，玄一更非凡贤之辈。以你的灵力，若不刻苦修炼，怎能入得了九幽？此处清静，无人打扰。3个月后再回神界。
神界礼法森严，我虽跟你修行，但却未行过拜师之礼，所以你亦不可以为我做决定。师尊二字不过虚名，不叫也罢。什么时候回神界，什么时候去九幽，都由我说了算。你若觉得本尊有什么安排不妥，大可自便。这儿怎么有个结界啊？瞭望山乃仙妖魔三界交界之处，若不是本尊的结界保护，此处怎能如此安宁？此地，本殿下一刻都不想待。你现在就放我回长元殿吧。你我尚未行过拜师之礼，你想去哪儿便去哪儿，为何还要问我呀？白绝，本尊不懂得怜香惜玉，小主神请自便。算了算了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。等我学他个一招半式，再找机会逃出去。我这个人吧，生来就比较大度，所以我不跟你一般计较。听说这瞭望山的星星最是好看，遂了你的心愿吧。反正也就3个月而已。这就没了，吓死我了！刚才我差点被吃了。遇到危险，不是依附强者，就是往后退缩。小主神的胆识真是令本尊大开眼界。我那是打不过吗？我刚才是突然一下没回过神来。你灵力低微也就算了，你这1万年都在做什么？连最基本的招式都不会，他们只是低等魔族。别教训我了，你不是说这有你的灵力结界吗？那魔族怎么闯进来的？不但你亲历魔族，哪能算得上是修炼？我若是有件趁手的兵器，跟你一样也能大杀四方。是吗？我拿不住。你不是要神兵吗？你这是给我神兵吗？你这是想压死我？今夜之事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魔族不是神界那些对你歌功颂德的小神仙，天启和至阳也不可能保护你一辈子。总有一天你会真刀真枪跟他们遇上。你现若还不肯认真修炼，那你这一身最纯正却又无法使用的灵力，会是你尊享神界的因，也会是你催命的果。强者为尊，你说什么都对，行了吧？知道你的神脉为什么迟迟不开吗？你以为我不想开吗？我也想变强啊，只是因为天启太宠溺，还是至阳太繁忙？明日辰时，我助你打开神脉。太好了，等我神脉一开，定会让你好看。小殿下，天亮了，起床了！小殿下，天亮了，起床了！才几更天，大明的公鸡都还没起呢，不起。白冰块，有着魔。这世间灵力分为3等，1等乃祖神创世所用的混沌之力，2等乃真神所赐的天地法则之力，其中包含神力、仙力、妖力；3等则是下界灵气。魔族要来了！昨天打到半夜，
只睡了2个时辰就被你拎起来休息，我的身子就算是铁打的也熬不住嘛。困啊，那我就帮你醒醒神。哎，等等！我现在十分清醒，可以上课。刚才说到灵力分3等。等等，你刚才教我说灵力分3等，怎么没有提到魔力啊？因为魔力并非天地而生的一种灵力。当年玄一和你一样，身负混沌之力，是混沌主神的下一任继任者。既然天地间并无魔力，那么玄一怎么变成魔尊的？魔族又是从何而来？7万年前，玄一不满祖神的治世之法，还未继承主神令宇，便争夺主神之位。可是，在濒临溃败之时，他突然违背天道，强行吸取战死神兵身上的煞气。那一股股煞气，与他体内的混沌之力相融，最终变成了可吞噬万物的魔力。而下界中，心怀邪念之人也照此法修炼，皆变成了他的属下。至此，魔族降世。原来魔族是这么来的。祖神打败玄一之后，也破碎虚空而去，最后的气息运化了你，成为了新的4大真神之首。你身具混沌之力，更应该时刻警醒自己，切勿重蹈玄一当年的覆辙。等你继承了主神令宇之时，更肩负着天下苍生、开辟人间界的责任。我知道，我生来便肩负着运化天界、神界，还有未出现的人间界的责任。不是都说了吗？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我能力就这么一点点，我看还是你、志阳还有天启，你们运化这世间比较合适。所以，你要学？不是我不想学，你不是也说了吗？我神脉未开。我会以外力击打你的神脉，至于开不开，还是要看你自己。你要做什么？放松。你不是又要找借口修理我吧？有感觉吗？没有啊。没感觉。收了你的灵力。我不会啊，我太难受了，灵力太多了。再这样下去，你会走火入魔的。快想办法！我这么年轻，我还不想死。闭眼，我助你疏通灵力。圣果，麻烦了。圣果，不要害怕，用心感受。温热掌心握紧，抬头时也吻过的流星，长长声音，朦胧中依然清晰，寸一寸光阴换回你，一生一默。总是信你，直到遇见你，千方百计等下一世晨曦，重新再相遇，毫不犹豫，银河里陪你去远行，
听彼此干预，靠近三言两语，完全睡不着。为什么开审麦是这种感觉？要是能找乐迷聊聊就好了。白冰块，别以为凭美色就可以收买我。现在我神脉一开，再学几招，定离开这里。哎，小殿下，神尊吩咐了，今日呢由我来教小殿下修行。白绝呢？神尊他病了。病了？严不严重？我进去看看。不，就是个风寒，还有些咳嗽。神尊也是不想过了病寄给你嘛。我听天启说啊，我神脉初开，如果不分昼夜刻苦练习，定能修为大涨，并且能事半功倍。怎么你说，在这个节骨眼上病了？不知道还以为装病呢。小殿下，我们还是快去修炼吧。你也不想神尊生着病还操心你的修炼，对不对？啊，对。小殿下，你真的不能进去啊！小殿下，小殿下，神尊真的病了。小殿下，天亮了，起床了，背师表。我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神脉这么弱，你真生病了？闹够了没有？对不起啊，我以为每个人像你一样爱睡懒觉。不好意思啊。出去。竟然还冤枉我家神尊。小殿下，你本是祖神所留残息运化而生，天生神脉是被封的。若真那么好解，那为何天启神尊和至阳神尊没为你解过呢？若不是我家神尊修为强大，恐怕此时躺在床上的就是你了。反观我自己，昨夜一宿没睡，不仅体力充沛，好似我这身体里还积蓄着源源不断的灵力。您自己练吧，小神微末，就先告退了。哎，你去哪儿？神尊失了这么多灵力，还不得喝点药茶补回来啊？我陪你一起去。你哪有那么好心啊？横竖，我是不能欠着你们家神尊的。他平时有什么嗜好吗？干嘛？问问。这是我新采的药茶，你要不要尝尝？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，你要是实在生气的话，你想罚我就罚我吧。因为这种事罚你，本尊没有这么无聊。谢谢你。助我打开神脉，我们还……我是说啊，那天我不知怎么的，我实在是收不住，我更没想过要吸你的灵力，还占你便宜。你不在意？我在意什么？没什么。你对我这样好，我还这么对你，我实在是过意不去。你不
不是说要我好看吗？怎么会过意不去啊？那都是戏言，你还真听进去了。本尊素来过目不忘。我这个人从来不欠别人人情，你说吧，让我怎么还你？好好修炼，将来能够对付魔神，我便解脱了。我定让你刮目相看。走吧，我带你学剑。学剑，神脉开了就是好啊，还能学剑。你与月迷相识已久，他的剑法在神界也是数一数二。太阴六式，你学了几本了？太阴什么？飞星剑、浮云剑呢？没听说过。跟着月迷1万年，他都教了你什么？喝酒、骰子、推牌九，听戏、看话本。我教你。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你来试试。你在哪里？青色容颜，随着记忆尘封世界。我刚才没看清，你能再给我示范一遍吗？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梦影落残缺，故作旧人脸，手里断的线是打不开的结。能有多少缘，朝夕见一月，此生路途且行千年，一生换一夜，唤不醒来奈何天的眷恋。轮回已如电，无力已无间，只为曾经灵犀一眼，无悔自相恋，哪怕一人相赴月的眷恋。手牵过眷恋。这回怎么样？记住了吧？记住了。看来这练剑也不难嘛。神尊，您今日心情挺好的呀。茶叶不错。哦，这茶叶啊，是小殿下昨日去后山采的，怪不得您心情这么好。水好。这水啊，也是小殿下今天一大早从百花花蕊里收集来的，适合这香甜。你究竟想说什么？红日想说，虽然您和小殿下平日里说几句话就不对付，但是都对彼此十分上心。红日觉得您和小殿下虽没行过师徒之礼，却胜过任何师徒。我看你怕不是想去温酒了。